这个小女孩身边的黑影好吓人啊！你跟我说这匹狼是恩奇都的狱主，我好像在预告里看见了宫铃。关于 Fate 居然 fake， 开播前你一定要知道的7件事。第一件，恩奇都的狱主为什么是狼？这个可能有些剧透，但我尽量不剧透的说，狼嚎就是召唤恩奇都的咒语，而因为恩奇都在传说中拟人的特性，它是没有任何圣遗物的，所以能召唤恩奇都的只能是狱主和从者相信很好。而这匹狼作为一头合成兽，又有魔术回路，阴差阳错下正好完美的符合了召唤恩奇都的要求。第二件，这小女孩身边黑漆的影子怎么看着像个恐怖片？我只能说恐怖就对了。这个黑影是瘟疫，也和恩奇都有点类似，也属于是相信召唤的产物。原本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打算用病毒来获得令咒，结果因为病毒的媒介召唤了作为天启4骑中代表瘟疫的汤白骑士。就前2集的表现来看，好像是个和毕叔差不多萝莉控。第三件，恩奇都感知到苍白骑士出手，立刻就停战了。我们从恩奇都表现出的战斗能力不难看出，恩奇都其实是代表生命一侧的，徒手起大树在德鲁伊里面都得算个荒野之神了。而苍白骑士代表的天启4骑士几乎就是毁灭和死亡一侧的暗影界来的。其他3个恩奇都可能还能打，但偏偏瘟疫的诅咒正好是小恩绝对的弱点，类似于宝可梦吃到了4倍克制的感觉。第4件，大众马的能力。动画这2集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， C 组的英灵大众马除了口嗨好像什么事都没干，但大伙儿应该也看到了 C 组这边有一个全都拿着武器的战斗小队，这其实就是大众马的杰作，属于是一种强化类的宝具。如果用不剧透的方式来讲的话，大伙儿理解成英雄做成 EX 就好了。第5件，预告里出现了一个和宫铃很像的角色，但这个角色不是宫铃，他确实是伊什塔尔。不过这个剧情应该不会出现的很早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预告里，可能这次动画会做很多的内容。我们在 FGO 里看到的伊什塔尔更多的是继承了灵的特性，所以塑造的还挺可爱的。但这次这个伊什塔尔是更接近神灵的那一侧，所以看不到那种傲娇的感觉了。第6件，召唤阿萨星的这个狱主为什么被掏了心脏还活了过来？那是因为这个狱主其实是个死徒，行月对死徒大概就是活着的死者，死去的生者，具体请参考月姬。而这个狱主他有整整6个心脏，甚至可以自定义面容、身高等一切外观。从前2集的情况来看，后面肯定还有他的戏份。第7件，这个金毛的沙条灵香其实不是沙条灵香。众所周知啊，沙条灵香是旧建亚瑟潘德拉宫的狱主，本身是黑发的，具体的身份讲了会涉及比较大的剧透。那我们说说沙条灵香本人吧。其实这是蘑菇的又一个大坑 ，Fate Prototype。总之就是 Fate Stay Night 的原型。沙条灵香的这个位置其实和卫宫十郎差不多，你看从者也差不多是吧？一个是亚瑟潘德拉宫，一个是阿尔托利亚潘德拉宫。如果不想去了解的话，那就当性转就行了。如果想浅了解一点点的话，那可以去看看《幻想嘉年华》，里面有2集动画化的 Fate Prototype。而且在这里你能看到旧剑和旧闪大打出手。以上就是目前你看前2集会看的云里雾里的动画剧情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角色感觉意义不明比如那个一直在笑的乐子人，都可以在评论区问问，肯定有懂的人会为你解答的。我为什么不讲那个乐子人？我感觉那是很严重的剧透啊，视频作者怎么能讲呢？你说对吧？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都看到这儿了，点个赞，点个推荐吧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